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政府对微信和抖音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这个新闻呢，发生的是美国东部时间昨天晚上发生啊。那么，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是8月6号。8月6号晚上公布出来的啊，那实际上是晚上公布了他向国会通报这件事情的啊，那然后就是这件事情才曝光的啊。那么我今天看了一下啊，本来以为昨天晚上关于这个行政命令到底怎么回事应该讲得清清楚楚，我今天就讲讲影响就好了。结果我发现没几个讲清楚的，基本上啊，从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讲清楚。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到底是什么？现在没有啊，中间现在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外宣们开始这个扭曲啊，这个叫什么？按照外宣的角度来解释的啊。那我们今天首先讲什么？首先讲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到底是什么，或者就是川普政府到底对微信和抖音做了什么啊？我们先从这个开始讲。先说行政命令的内容性质是什么啊？首先法律依据，根据这个行政命令，法律依据就两个，第一个叫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啊，这个法律是我印象中是1980几年通过的啊，还有一个是国家紧急状态法，这是这两个法律作为这个行政命令的法律依据啊。美国政府在出台任何一个政策的时候，它都必须有一个法律依据啊，叫依法行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性质是什么？这个行政命令的性质就是制裁，只不过这个行政命令不会用制裁这个字眼啊，但是这个行政命令其实就是制裁啊，制裁，这是个非常典型的美国政府非常典型的一个制裁模式啊。那么司法管辖范围也就是在美国人士啊，等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美国人士啊。那么它的法律覆盖也就在美国境内啊。但是啊，这个制裁会产生长臂管辖的效应，这就是美国政府对这种制裁非常熟练，他做这件事情做了100多年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制裁措施啊。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45天？昨天就有人在推特上问我啊，为什么是45天？这就是一个民选政府他在推行一个政策的时候的一个常态的做法，就是给大家预留时间啊。我要做这件事情了，你们该完成的交易你现在就完成，你该准备的事情就现在准备好，我给你时间让你准备啊。否则的话，他会遇到什么问题哈？就是会遇到司法挑战，就是如果你今天一宣布马上就开始的话，那么他会遇到司法挑战，有人就会跑到法院去告政府，说你这个政策不合理，你这样一出来的话，我非常合理的一个行为会受到损失，你得赔我。但如果他把这时间拉到45天，你有充分的时间把你的交易或者是其他的行为完成，避免损失啊，这是一个合理辩解，政府就会有合理辩解。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会有45天的原因，就是实际上腾出45天，你们该撤就撤，该完成完成，该取消取消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儿。这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做事情要合理啊，不能蛮横，不能蛮干啊，尤其是这些拥有权力的政府啊，拥有权力，当然他也有拥有资源的政府，他不能够蛮干啊，这45天的原因啊。那么他是怎么制裁的啊？大家知道，美国政府要是制裁你
那是很痛苦的啊！美国政府实在是权力太大了。其实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其实美国政府的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美国政府的权力也非常的大。为什么要三权鼎立啊？一个国家制度为什么要互相制衡？为什么要有民权？原因就是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美国政府任何一个政府，它的权力都是非常大的，它很容易伤害它的老百姓啊。所以，第一啊，怎么制裁啊？第一个要讲清楚的就是制裁对象到底是谁。那我看彭博出来一条解释，说这个制裁对象只是 TikTok，只是微信，不是这个腾讯，也不是这个北京字节，这是完全错误的啊，非常错误的行为。为什么？因为抖音也好，这个 TikTok 也好，包括微信也好，它只是一个平台，它不是个实体，或者它只是一个品牌啊，你用这个来称呼这项服务啊。但是真正实现进行交易的全部都是后面的公司，要么叫腾讯，要么叫北京字节。美国政府不会制裁微信，只会制裁微信的这个运营机构，就是腾讯或者是北京字节。所以制裁对象第一个毫无疑问一定是腾讯或者是北京字节，这是一定是它是作为制裁对象。但是呢，它有一个表述是，制裁这两家公司，它涉及的制裁范围就是抖音TikTok 和微信。这是有点困难的，其实是有点困难啊。为什么？因为你跟它也有关，它很多东西都脱不开，都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它的这个含义。但是其实在执行的时候其实是分不开的啊。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讲后面你就知道啊。所以毫无疑问，制裁的对象是实体，就是企业，而不是这个技术平台或者运营平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制裁啊？怎么制裁啊？它是制裁是说什么呢？说美国人士啊不得与微信或者是腾讯和北京字节进行任何交易。什么叫美国人士呢？美国人士包括什么呢？包括美国公民，合法的永久居民，就是绿卡也包括在内啊，就是美国公民，包括美国绿卡持有者，美国的实体就是企业和美国的组织。这全部都包含在内，就是所有你在美国的机构、公司、个人啊，当然如果你没有拥有美国的永久居民不算啊，这个不算，不得和这个北京字节还有腾讯进行任何交易啊。什么叫交易？交易不仅仅是发生你给我买卖，并不仅仅是买卖，交易就是中国人一说到交易就是有金钱往来，其实不一定啊。只要你发生业务往来，就算交易啊，这就是个交易啊。就是这里面就涉及到它的交易是一个很宽泛的范围，就是你跟他别来往，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交易不是金钱，不仅仅是金钱往来，金钱往来当然算交易啊，但有些业务往来不算交易，没有金钱但是也算交易啊。这是第三。第四，违反了有什么后果？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啊。如果交易涉及美国人士，我刚才讲的美国人士刚才有一个定义啊，那么这笔交易涉及交易的资金就会被冻结。这第一个，就比如说你是一个美国人，你在使用这个微信支付，你是个美国人啊，你在使用微信支付，那么你微信支付的这笔钱可能就会被冻结，涉及的资金就会被冻结。
那么涉及交易的财产或者权益也会被冻结。可能你这个手机就不能用了，就被冻结了，因为这涉及的权益和资产，或者是等等吧，反正总之就是涉及交易的资金会被冻结，涉及交易的资产或者是权益也会被冻结。就比如说你有家公司，你在接腾讯的一个订单，那你这家公司就会被冻结，或者你在这家公司所占的股权超过50%，那这家公司也会被冻结，也会被制裁，理解吗？这第5条就涉及到什么？涉及到美国的制裁里面有一个叫50%的这个原则。什么叫50%的原则？就是腾讯它的下属企业，它在下属企业当中持股超过50%，它都属于，虽然它不被制裁，不在制裁清单里面，但是它自动就会被制裁。你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腾讯相关的就有50%的原则。比如说你跟腾讯进行交易，通过一家企业进行一个交易，某一个交易或者某一个业务往来，通过某个企业，你在这个企业当中持有的股份超过50%，你只要违规了，这个企业也被冻结了。这就是50%的原则。所有的美国的制裁都是这样啊，就是根据美国的这个指导性的文件啊，任何一个或者是多个受制裁的主体，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这个50%以上的权益，那么这个财产或者这个权益也会被制裁，这就叫50%的权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主要的制裁。那么腾讯和字节跳动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我大体的排了一下，不完整。我先说一下大的方面。第一个，美国的任何一个金融机构不会跟它发生任何的业务往来了。大家还记得那个华为被制裁的时候吗？大家知道华为制裁的后果是什么吗？华为制裁的后果，它跟美国的一些公司有合作啊。它一宣布之后，我印象中是哪一家公司啊？就是好像是麒麟芯片的那家公司叫什么 ARM 直接规定所有的员工不能接电话，不能收邮件，当然不能回电话，也不能回邮件，直接当天就发生。所以直接这个叫什么？这个麒麟芯片的那个叫海思，他跟 ARM 是合作方，他直接就找不着人了，直接人都找不到，一个人都找不到，没有人接他电话。为什么？因为后果很严重，后果非常严重啊！就是任何一家美国的公司啊，是承受不了这个级别的风险的啊，所以首先受到制裁的美国的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马上和这2家公司不会发生任何的业务往来，包括银行，包括证券，包括基金，包括投资公司。这2家公司的融资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要考虑美国的机构，美国机构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违法的，而且它违法的后果很严重，因为它如果美国的这家公司实体去跟他做交易的话，他的资产会被冻结，你想想什么情况？这是不能干的，所以这件事情马上所有的美国的企业马上会消失在他们面前，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美国的服务机构也会在他面前消失，什么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卖广告这些，什么游说公司啊，这些公司马上就会消失，不会帮他做任何业务了，没得做了，没得干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什么谷歌啊、苹果啊，他们的手机里面，他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就不会再有这家公司的 APP 了啊，也找不到他们下载的 APP 了
你就在里面找不到了，因为跟他合作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然后腾讯也好，北京字节跳动也好，只要他们持股超过50%的企业，也会受到同等待遇，所以美国政府的制裁是相当可怕，后果很严重的。就你看一下这个，很多国家被美国政府制裁，生不如死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什么？因为真的影响非常大。这个世界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在很多领域它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你要是被美国政府一制裁，你真的很多国家国家、企业、个人那都是生不如死，很痛苦啊。那么美国人是会有什么影响呢？美国人是刚才我讲过哈，包括美国公民、美国永久居民、美国的公司、美国的企业和组织啊，就叫美国人士啊。美国人士有这几个影响。第一个，美国居民不能使用这2家公司出品的 APP 了，微信就不要想了啊，而且你也找不到地方下载啊。理论上你在美国生活的话，你是找不到地方下载，你用这个谷歌也好，用苹果也好，反正是没得下载这2种软件。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当然不能够使用类似微信支付这样的应用，这就不要去想这种事情啊，后果很严重的啊。第三个啊，就是后果严重到什么？你可能手机会被冻结，可能你的银行账号也被冻结，都不一定啊。那么使用中国的 APP 你都要小心一点。为什么？你得看一下它是不是腾讯出品。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像那个每日头条，你肯定不能再用啊。反正大家小心，就是在这两家公司关联的事情上，小心就对了啊，小心就对了。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啊，川普总统这次针对这2家公司，抖音也好，这个微信也好，他们的行政命令和美国政府对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政府或者是其他的企业进行的制裁没有任何的区别啊，任何的个人、企业或者是国家遇到这种制裁打击都是非常巨大的打击，甚至有的是毁灭性的打击。你比如说有些企业它是专门做美国市场，你碰到一个这种级别的制裁，你就基本上就毁了。或者你说我转移市场去欧洲，那是另外一件事啊。那么好在呢，这2家公司的主体业务都发生在中国。你比如微信主体在中国，这个抖音主体也在中国，虽然有这个 TikTok 啊，也很值钱，但是跟它的主体还是没法比。所以呢，他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的制裁呢，对他有很重大的打击，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主体在中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再想走到美国市场来，那就不用想啊，这件事情就忘记它，不存在的了。就这2个，一个是 TikTok， 一个是抖音。TikTok 可能除非45天之内，它跟其他的美国买家不一定是不一定是这个微软啊，完成了交易，那就没事啊。那可能川普政府会给他一个解除制裁的一个命令，也不一定啊。但是这2个软件肯定毫无疑问在美国市场是不会看到的了啊，这2个软件是一定是看不到的了。就是再想影响，再想介入美国市场 ，forget it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这件事情的大体的影响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啊，昨天做了一个基本的回应。他这么说，他说有关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中国讲国际规则非常可笑嘛，在美国展开商业活动，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批评美方借口国家安全，频繁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击
打压非美国企业，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当然这样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这些企业早就在打击了，所以这个没有说服力啊。那么我本来想讲另外一个新闻，但是我还是沿着这个往下讲啊。之前王毅出来讲话说软话啊，我之前说他说软话，那今天又出来谁呢？谁又出来呢？杨洁篪，杨洁篪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啊。杨洁篪和这个蓬佩奥在夏威夷见面啊，那么他今天发表一篇文章啊，就这个中美关系讲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尊重历史，面向未来，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这篇文章呢，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系列的新闻，其实这2天一直有一系列的新闻，就是川普总统开始下手了这先是抖音跟微信是启动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中概股中概股现在开始动手了所以酝酿了很长时间。这个我们网友说，这个风象星座终于下决心做事情了。那么然后呢，中国那边呢就开始身段开始放软。那么先是王毅出来讲话，然后王毅又发表访问，前天是发表一个新华社的专访讲中美关系希望这个中美之间还是要沟通。今天这个杨洁篪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讲这个从历史的角度开始讲中美关系那么他我选一些比较要点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还是要我们通过这个文章能够看到2点。第一点，中方是在想什么中方是怎么想他想怎么干，他想干嘛。第二点，我们看一下中方想干嘛，对美国有没有用这篇文章是这样，他其中讲到什么呢？讲到习近平其实这篇文章就是杨洁篪用自己的嘴讲习近平想讲的话是一个这个意思。所以他上来就讲习近平。习近平主席2014年就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他斗则俱伤，他天天喊斗，他天天要斗，他们现在斗则俱伤，什么情况？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个习近平这一看就是皇帝要办大事我是要做大事的人。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这是习近平讲的话那么上来这个杨洁篪先把习近平的话摆在这里意思就是我是讲习主席想讲的话就这意思然后呢，他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接连抛出种种谬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蓄意歪曲并全盘否定近50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他们试图用谎言蒙蔽美国人民，欺骗国际舆论。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是美执政当局单方面挑起事端，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错误言行，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建交以来非常复杂严峻的局面这意思就是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他说行政当局就是美国政府历史事实表明，历史事实是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直坚持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两国关系就是建立在双方承认并尊重彼此社会制度不同这一共识基础之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跟我建交的时候，你跟我好的时候，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独裁我就是要搞共产主义的。
所以你就知道啊，你知道你现在怎么不认账呢？这个意思啊。中美两国同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双方这是在开始摆什么呢？摆中国怎么支持美国的战略在美国的战略上提供支持。双方在朝鲜半岛、阿富汗、中东等热点地区上保持了密切沟通和协调，与相关国家一道推动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中美在反恐、防扩散、禁毒，这防核扩散吧，禁毒、疾病防控、减贫、维和、打击芬太尼，他有脸说打击芬太尼、滥用走私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中国政府和人民既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中美在反恐和防扩散领域加强协调合作，就是向美国摆什么呢？你看这么多事情我都配合你啊，就这意思啊。他说，在这一背景下，维护和稳定两国关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尊重历史，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而不应该歪曲历史，否定历史，开历史倒车。意思就是我没有什么呀，你这个否定是不对的啊，这就是蓬佩奥也好，巴尔也好，这个美国这个奥布莱恩也好，就分别的演讲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陈述，就是过去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共骗了我们，中共一直在欺骗我们，欺骗什么呢？第一个，欺骗我们的蒙蔽我们，不暴露他的政治意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做了很多伤害我们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现在才看明白，就在讲那两个啊。然后这文章说，美国一些政客越是挑拨离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越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上更加奋发前行啊！这是很无耻，你又不是中国人民，你凭什么说中国人民一定要会跟着你一起干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以贯之，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然后中国他讲他的战略意图了，他来解释这个中国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说这个中国发展的根本目标啊，那么他就不讲这个习近平提出来的不忘初心啊，这个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要把这个让全世界叫什么这个中国梦啊，他就不提这个了啊，就开始讲这些了。这些中国自己都不讲，你跑到外面来讲，在里面也不讲啊。美国一些政客出于这个一己私利，以种种手段威逼打压其他国家选边站，国际社会对此深恶痛绝，美国这些政客的图谋绝不会得逞啊。然后最后有一段话啊，他是这样说啊，他说中国人民真诚希望美国早日控制住疫情蔓延势头，减少疫情给美国人民带来损失。美国一些政客应该立即停止将疫情政治化，把病毒污名化，停止向中方甩锅推责，负担起对本国人民以及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抗疫合作，共同挽救人类生命啊！这就是疫情方面的态度。然后他就说，台湾涉港、涉疆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严正要求美方审慎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啊！看见没有？就这么多议题。
谈一个国家，你会有这么多议题让别人来抓住，你这内政管成什么鬼样子？你怎么去抓美国的国内政治呢？对不对？然后他就劝，最后是劝导。怎么劝导呢？要避免战略误判，管控分歧。对中美两国而言，合作共赢是唯一的正确选择。美方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错误行径。中美双方要开展各个领域的对话沟通。中方同美方对话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双方应以沟通促进合作，以对话妥处分歧啊。什么叫妥处分歧啊？我评价一下啊。第一，这篇文章是什么呢？说好话，但不说软话啊，这是政治表态啊。说给川普听，也说给中国人听，所以呢，这个话呢就不能说得太软。这第一。第二，老规矩，中共的老规矩，打击小撮啊，把反对中共、反对中国的这个定义的人定义为什么呢？定义为一小部分美国政客啊，对他们进行攻击，这是统一战线的原则啊，就是不攻击白宫，不攻击国会，不攻击美国人民，这一大坨不攻击，只攻击小撮，比如说这个像蓬佩奥就属于小撮啊，只打击他啊。这中共的统一战线原则就是一个这个原则，只打击板路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文章讲历史不讲当前啊，讲友谊不讲利益啊，回避当前中美关系中最核心关键的问题。什么问题？中国的战略意图。什么叫中国梦啊？你的这个2个100年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你不讲，也不讲那个初心是什么啊？不讲，都不讲。2个100年的战略目标不讲，也不讲你的这个中国梦，也不讲这个初心，这个都不提。这个习近平天天在国内大会小会上讲的，他全部都不讲啊，就不讲中国的战略意图，不讲中国的战略意图，中美之间的政治基础在哪里？所以这个文章，这是第3点啊。第4点，这篇文章是非常典型的中共党八股，强词夺理，不讲逻辑啊，缺乏论据，只讲结果，就是非常蛮横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川普总统开始动手啊，开始动手。那么中国这边呢，开始转大弯，不能转小弯，因为转小弯原来非常横啊，战狼外交那多凶狠，非常凶狠，话赶话都不饶你，那这个态度非常的叫什么高调强硬啊。那么现在一看，这形势急转直下，这个打是打不过的啊，打是打不过的。你看像那个胡锡进就说你有本事你跟我断交啊，你跟台湾建交，这个话说出来，我都觉得他自己现在的心里在发抖啊。那么中国现在开始转大弯，他不能转小弯，因为原来太强硬了，他得转大弯，就往回拉，现在开始往回拉啊。但是呢，你想之前那么强硬，你这现在不能马上跪下，所以你得转大弯。但现在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是川普总统已经开始动手了，直接动手了。川普总统的行为模式是这样的，他在这做事情之前就很磨叽啊，这个左想一下右想一下，左转圈啊，就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转来转去，今天转一圈，明天又转一圈。但是他真要动手就很快。你比如说，有点像那个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之前左放风右放风，左想右想，最后中国一掀桌子是吧？好，马上关税上，所以当时的中国反应都反应不过来。所以你至少跟我谈一下吧，谈呢可以谈嘛，谈都没谈，直接就关税就上了，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川普总统的做事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就你现在谈嘛，不谈直接就制裁抖音，制裁这个腾讯啊，制裁北京字节跳动啊，这个名字取得真不好啊，字节跳动这么麻烦。
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他们北京这边呢又开始误判了，就是有点什么呢？这个误判在哪里呢？这误判你可以从这个胡锡进那个话里面就可以听出来。你有胆子，你敢你就跟我断交，哎，这话就是反映了北京这种心态。但是你实际上你从实力上来看，胡锡进讲我们有很多张牌，还有军事牌。中国有军事牌，我就不知道你手上有哪张牌是辽宁号还是山东号，那算牌吗？那算牌吗？那真是牌，那真是两张纸牌啊！所以没有牌啊，有什么牌？你去制裁谷歌，谷歌已经制裁了好吗？制裁这个脸书，制裁推特。所以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觉得中国现在在此之前，我认为中国的情报部门做的情报工作非常不到位啊，就是他们在误判白宫的战略意图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下一阶段可能很多的政策都会陆陆续续的出来，那么够喝一壶的，这个壶已经够喝的很厉害的了。因为这一次对这个北京字节和腾讯的这个制裁，恰恰反映了什么？恰恰反映了白宫就是川普政府真的要做净网活动，就是蓬佩奥国务卿前天宣布的这个五个干净的网络干净的电缆，干净的云服务，干净的这个下载商店，干净的 APP， 还有一个干净的电信公司，这5个干净就是5个净网，实际上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数码脱钩。数码脱钩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得完的，因为他先做2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不是说不会吗？不敢吗？好，我先做2个给你看看，别说我没告诉你。大概就是这个净网，这是数码脱钩，这个数字脱钩这件事情比经济脱钩杀伤力更大，直接就把你踢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你跟我不在一个时空当中存在，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从王毅的访谈到杨洁篪的这篇文章，你可以看出来，中国那边还没转过来呢，还没回过神来呢，那他采取回应，那就别指望。所以现在情况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好吧？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儿先讲那么多。那么我看到一个新的内容，就是这个美国财政部和美国上市交易委员会他们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要对中概股下手。我准备下一个节目再讲吧，因为今天已经很多内容，好吧？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就情况、问题、观点。我们今天我估计大家有很多的疑问那么这些疑问呢，我们尽量的多回答一下那么另外，请大家尽量的点赞。我最近发现我们的视频的点赞的比率低了很多，最近流量也有点影响，所以请大家给我多点赞。我们多点赞以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推荐的机会，好吗？所以请大家点赞，好吗？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鸣谢一下露露王，谢谢，感谢王老师。彭博最新消息，白宫最快会在周5制裁林郑月娥，心情特别好，请王老师共饮一杯澳洲蓝山咖啡这个很贵好，我来喝一杯TT， 请王老师喝皇家礼炮，川普这次总算是没放空炮弹皇家礼炮现在不能喝，
干活呢，上班呢啊，晚上喝好吗？啊 ，Sophie 萌，谢谢984 degree，谢谢 Good evening sir，Buy you an Indian shikanje 啊，谢谢，Thank you，John Snow，谢谢 Jeff 王，谢谢苏静欣，谢谢，请王老师喝杯台湾啤酒，并祝88父亲节快乐啊，谢谢。曾明奇，谢谢，请王老师喝高山茶。好的 ，Berlin Wall，谢谢 Ada 梁，谢谢，云柱，谢谢，归人111，谢谢，太慢了，风象星座终于下决心，中午吃饭吃什么呢？这么晚，那么晚饭呢？啊，好吧，晚饭呢？好，我们进入互动啊。感觉每次王老师批评川普只说不做，川普就来次狠的。希望王老师多抱怨一些，哈哈哈。那我是这样啊，我还是要合理辩解。我会定期的对各个局势进行分析啊。那么分析之后，我会有个判断。比如说我判断啊，最近川普总统下手非常狠，那我就会跟大家讲啊，我最近觉得川普总统下手非常狠。那么我就总结一发现，哎呀，这过去半年川普总统只说没干，雷声大雨点小，我就会这么说。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我对川普总统，我不是他的，我不是川粉，我也不是川黑啊，我是按照川普总统的政策去评价他，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那么这次，比如说这次对中国的这2家企业下手啊，那下手非常重，这个下手是非常重，基本上是顶格，这就是顶格的惩罚，就是在美国政府的对外的这个制裁当中，这就是顶格的制裁，所以下手是非常重的，所以他真的出手了。所以我们今天我讲上来我就讲，川普总统终于出手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一看，我们再反过来看，中国政府那边还没转过弯来呢，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不是抱怨，我是评价啊，评价。当然我也会有情绪啊，请大家理解啊，理解，我不是个机器啊，我会有情绪啊。观点：川普有一大把好牌，但具体执行需要精细全面的考虑具体措施、节奏和时机，他需要比国会有更多的时间做好每件事。目前，美国联合新自由同盟，谋划和执行干净网络措施，在南海做军事演练、实地侦察，对台湾出售军备和军训等真实行动，远远超过惩罚香港几个人的效果。您热爱香港，又说这个，我不爱听这个，后面我不读了，好吗？你应该把这个事情呢，跟这个美国的，至少跟国务院沟通一下啊，把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绩啊，好好的总结总结，至少针对华人比较有效啊，好吧？情况突发，美国制裁名单出笼，11个人，包括夏宝龙、张晓明、郑燕雄、骆惠宁、林郑月娥、郑若骅、李家超、曾国卫、邓炳强、卢伟聪、陈国基。确定吗？现在确定这个吗？确定的话，那就是很厉害的了，因为夏宝龙已经是副国级了，就是我们讲中国有正国级，正国级就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7个人是正国级，除了正国级以外，剩下的就是副国级。什么副国级？政协副主席啊，副总理啊，这都是副国级啊。那么夏宝龙是在这里面政治地位、行政地位最高的一个人。那么剩下的就是张晓明、骆惠宁、林郑月娥，他们是同一个级别的啊，其他就是这些马仔了啊。情况：昨天封 WeChat， 今天制裁林郑，都是
Bloomberg 先发的消息，其他媒体 CNBC、New York Times 跟进。Bloomberg 在政府里面还是有一些线的啊，就是说 Bloomberg 彭博社的这个政府线比其他人强啊，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啊。这个最差的是谁？最差是 CNN 跟川普政府已经闹翻了啊。彭博社还是可以的，从彭博社我估计他们有一些原来就埋在里头的线啊。提问：10年前 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美国主流社交媒体被中共禁了，而今天美国禁中共的社交媒体，中共却各种抗议，他们这么不要脸吗？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不必去讨论，因为没什么好讨论的。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亲戚打电话质疑他，说美国怎么也在干这种事情，然后他就跟他的女儿跟他的亲戚解释之前这个中国怎么对待 YouTube 怎么对待这个谷歌，怎么对待 Twitter 等等 Facebook 然后说今天这个美国对待中国的这两家，好像意思就是完全合理什么的，这个说法不成立不成立。为什么？中国对待美国的这几家公司这其实不是这几家公司，对待所有的美国的企业，就是互联网企业，中国封锁了整个的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封锁了，就是跟内容有关的，只要是跟内容有关，全部封锁他的行为是什么？他行为只有一个，我要保持洗脑环境纯洁，你们不能干扰我的洗脑工程，就这一个目的。所以他采取这种措施。他采取这种措施呢，其实根本的方法是什么？根本的方法就是行政命令，咔嚓就把你关掉了，让你滚蛋，就这意思川普总统封这两个，他讲得很清楚，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就是这两家公司损害我们美国人民的利益，你会干嘛？你会搜集我们的情报，你会进行内容筛选，你会进行内容审查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是违反我们的价值观的，所以这两者之间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你说中国的美国的这些互联网的企业，他有没有做这些坏事？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但是中国的所有的互联网的这些应用全部都在做这些坏事，而且中国有法律规定他必须做这坏事，中国的国安法就规定你必须做这些坏事，你不做坏事的话我就可以抓你，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两者之间没有一个所谓的对等的关系，这不存在对等关系，这两个一个是两个不同的属性的行为，所以根本不需要用中国怎么对待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解释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这两者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关联，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提问：王先生认为美国这次开始行动了吗？也不好说，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是还有45天吗？你等45天过了以后，我们再来下结论，好不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总统的行为，怎么说呢？我还得看看我还没有下结论。为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要看中美贸易谈判，8月15号的那个中美贸易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判断什么？才能判断川普总统是不是受到中美贸易协议的牵制。如果川普总统仍然受到中美贸易协议的牵制，那么现在这些行为看得上去也就是话架子要等，我们去看一下我觉得我还没有下结论
我还没下结论，因为它45天还没发生还没发生呢虽然他行政命令签了观点，林郑早表态过了，不怕美国制裁，估计财产不在美国，在英国，英国制裁就该怕了，对，英国跟进制裁，英国是要制裁的了英国已经说了要制裁的了。观点，微信是中国大陆开发的软件，广为国人使用，它对通信的贡献与方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微信却不安分，它与中共政权充分合作，不但收集在中国大陆以外使用者的个人资料，还与中共密切配合，在中国大陆以外进行钳制言论、删帖封群，公然违反外国法律，可以说它为非作歹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在中国国内那更就不用说，所以有人会觉得，哎呀，微信是我跟家里人跟我的亲友联系的方法，封了微信对我来说真的影响很大。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封微信对你其实在悄悄的伤害你，只是你没感觉而已。为什么？什么叫隐私大家记住，隐私是什么？隐私是我们个人权利最后的防线。个人权利对于政府，个人权利是针对政府而言，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两个主体是对立统一的，就是一个是民众，一个是政府。那么对于民众来说，政府的力量非常的大它有非常强大的行政力量，它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对于个体来说那是不可抵抗的。所以呢，民众呢怎么办呢？民众唯一保护自己的最后的防线是什么？就是隐私。我不告诉你我是谁，我不告诉你我在哪里，我不告诉你我的电话号码是什么，我可以发声，但是我不告诉你，这就是个人隐私。所以为什么个人隐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保护自己，让我隐身在人群当中，我才敢做我想做的事情。如果我不能够隐身在人群当中，我单独面对政府，那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为什么在中国天天要求大家实名制的原因，就是他把你从人群中找出来，他就能对付你。所以这就叫钳制。什么叫钳制？就掐住你的脖子。你要在人群中，他掐不住谁的脖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要以为我没做什么亏心事，我怕啥？你啥都不怕，这一刻你啥都不怕。等有一天你发现政府要对付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个人隐私对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你跑都没得跑。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讲，说美国政府制裁这个腾讯，制裁微信是对我的损失，不是的，它是保护你。你要知道，你跟中国政府没得打。所以在这个问题，在个人隐私的问题上，大家千万不要想错了，那不是可有可无的权利，那是你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你连这道防线都没有你就不要跑来维权。所谓的维权是什么？就是你发现你保护不了自己，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腾讯、微信、抖音这些是会给你造成不便，但是千万不要用这个理由来否定那个后果这就叫我们做人要叫什么？叫要识得好歹。什么叫好歹观点，根本上来说，美国的做法和太平洋战争前对日本的制裁节奏是一样的，一步步封死，敢咬就打死，不敢就憋死。中国绝对没有日本当年那样的血气和实力，怎么个死法？很期待。当年日本的实力还是很强大的日本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比美国多比美国多日本的战斗力非常强是你看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横扫中南半岛，直接用3万人俘虏10万英军，打新加坡，
日本从中南半岛一直打打到新加坡，新加坡有10万英军，有防守，有那个战列舰，有各种各样的武器，3万日军从中南半岛打下来，长途奔袭啊，直接俘虏10万英军，所以日本的军队是非常有战斗力啊！你从那边打下来，打到这里，然后直接把10万英军俘虏，10万英军投降啊！所以这个绝不是浪得虚名。解放军和当年的日军比啊，我觉得跟当年的国军差不多吧。情况，字节跳动的工作的朋友表示，字节跳动打算起诉美国政府了。我觉得他们应该起诉网信办，一，网信办曾经封过字节跳动旗下的内涵段子；二，网信办建墙，我们的油管、脸书、推特、谷歌、Line， 才导致美国现在的建墙反制。美国没有建墙反制啊，没有建墙。我这里再重申一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天宣布有5个倡议啊，这5个倡议我刚才讲过了啊，包括下载商店，包括美国没有建墙，没有封网，不存在这件事情。互联网上面，推特上面到处都在传美国要封大陆的网，封完之后大陆的网去不了中国大陆去不了美国，美国没有做这个动作啊，不存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传。现在网上到处都在误传啊。如果中国把墙拆了，抖音就不会被禁。综上，他们应该起诉网信办。中国拆墙也会被禁抖音，为什么？因为抖音在办坏事，跟墙没有关系啊。提问：如果在临近期限时点上，腾讯或者字节跳动提告政府违法或者是违宪的话，制裁是继续还是等判决下来再继续？那就要看他怎么告啊。那么，但是在这个议题上，他没得告，因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权利啊，所以他没得告。观点谁可以告？美国民众可以告，就说政府的这个行政命令侵犯了我的权利，我可以去告。但是他是那个被制裁的去告，应该没得告啊，这个应该是告不成。告得成的话，你想一下，美国财政部现在在他的制裁名单上有多少人？我印象中是3000多吧，3000多个制裁名单有3000多个。如果要告得成的话，那这3000多个早就去告了，好吗？所以不会告得成。情况，如果未来禁网倡议变成政策，那么中国的一个行业将会哀嚎遍野，那就是中国出海游戏公司在国内因为版号问题没有办法发展。如果政策落地，北美加五眼加日本全跟进，那么中国的游戏行业就彻底死透了。为什么会彻底死透？你直接就搬到海外去不就行了吗？你干嘛非得在中国大陆呢？傻呀，怎么会死透呢？你还憋着中国给你账号，给你这个叫什么？给你版号，所以你还把公司放在北京，所以你不就死透了吗？你把这公司搬到加拿大去不就完了吗？你变成一个加拿大人，公司变成一个加拿大公司，不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吗？对不对？你说呢？观点，微信的美国支付业务直接被砍了，代购党估计只能用支付宝做业务了。好多代购党都是美元购物或者直接支付宝、微信购物，然后收款。阿里估计笑到嘴抽，现在一家独大了。阿里敢笑，我觉得阿里也没啥好笑的。阿里这个心理他的心在颤抖吧？我觉得阿里。而且如果美国也把阿里再放进去的话，什么后果？你想一下。我觉得阿里现在他们现在的颤抖
比马化腾的颤抖还要多一些吧？你想一下是不是？他在美国上市啊。观点：今天美国国务院出来说了下，只针对美国 WeChat。因为现在盛传会一并制裁腾讯在美国控股的企业，如荒野行动、Epic 游戏平台，总共可能涉及几千万玩家。今天引起了剧烈的反应。会不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会不会制裁？我觉得是这样啊，先稳住，但是我觉得最后都会有关联，脱不开干系的啊。观点，我觉得制裁不彻底，应该禁止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在美国进行交易。情况终于体会到华为的无耻和没有底线。最近买了华为的 5G 路由器，今天使用管理路由器的 APP， 要求我必须安装华为 HMS 服务，安装完了还要求允许 HMS 服务自启常驻后台才能正常使用。这架势看起来比谷歌还要厉害，谷歌都没有要求我给 GMS 常驻后台。情况，今天华为余承东说，9月15日麒麟芯片将无法制造或者成为绝响。是的，麒麟芯片就没有了，就是9月15号开始，这个台积电就不会再帮他生产了啊。观点，某人说谷歌、脸书退去中国是因为他不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所以被赶出去。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暗含的一个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即企业要遵守当地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的争论焦点是这个所谓的法规是否合理上，所以我在他下面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川普签署了禁止抖音的行政命令，它本身也是美国的法律法规，也请你们遵守它。没错，禁令也是法律法规啊。观点，关于蓬佩奥进网的问题，我有些看法。如果真的把中国门口加一堵墙，后果不堪设想。我相信现在看王先生节目的大部分人是墙内人，至少有一部分通过外面的信息来换取一些良知。如果真的连最后一些希望也被堵上，后果是什么？那真的是怎么洗，想怎么洗就怎么洗。我觉得你误解了啊！我那个时候是个比喻，我再讲一条，就算是清网，中国的用户仍然能够翻墙到美国来，美国没有修这堵墙。我说修那堵墙的是一个比喻啊，那么可能我比喻的不恰当，我再强调一遍，蓬佩奥的进网的做法是5个方面，这5个方面不妨碍中国的用户翻墙到美国，上 YouTube 上其他的这些平台，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你这个假设是不对的啊。观点，中共一贯说要以牙还牙，然而这次美国封字节和腾讯，中共发现自己没牙了，因为他之前能封的都封了。观点，从今年天天看王老师的直播，现在多少了解点中国美国。我没有太大的理想，就是希望中国的小学生入学别忘了带红领巾，别带红领巾，那是我一生的痛。我有一次忘记带红领巾，被老师惩罚拖地1个星期。希望大学别建党支部，大学是探究未来30-50年的学问。那个时候现在的书记都死了。在美国的时候，看见每个人都友善的微笑，中国人的表情太木讷，特别是劳动人民。特蕾莎修女说，没有微笑的面容，希望的眼神才是人类最贫困的。 OK， 王先生，我们期待我们的政府终于制裁林郑月娥了。我跟了您1年，很少发表话语，在油管里只做了您的会员，不是因为钱。我在纽约已经18年了，12年的公民，没有去投票，今年一定会去。无论怎样，我会支持蓬佩奥，你懂的。 OK， 好吧，我希望你去投票，不管是谁你都要去投票，只有投票别人才会尊重你。
所有的政客才会在乎你。如果中国人不投票，没有政客，没有一个候选人会在乎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一定要去投票，不管你支持谁，都要去投票。中国人去投票是中国人找到自己政治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你没有政治存在，就没有政治人物会关注你，会在乎你。提问王老师，川普总统今天发布了竞选下任4年6项承诺，能否结合2016年川普的6项承诺做一期对比分析？好的，我看一下。情况：中信总行的机关资深员工税后收入70万，分行行长可以到600万，一般处长级的补充医疗每年10万，请人培训一次大约是10到20万，一般1到2年。总觉得这里面很腐败，隐形福利还很多。一线普通柜员大概4到6万，被考核还拿不到，这种收入差距上百倍，如果降薪30%，底层没空间了。目前的情况是福利这方面比培训、旅游、交流学习、油补、招待费、营销费等，目前还没涉及到个人收入，未来有待观察。中信总行有这么高的收入吗？我有朋友在中信，肯定没有你说的这么高啊，你的这个数据有点出入啊，有点出入。资深员工就能拿70万，分行行长有600万，分行行长你讲的是什么分行？是广东省分行还是广州分行？我认识分行行长，肯定没有600万。这个数据不正确啊。问个题外话，希望王先生不要介意。想问问王先生对移民之后赡养父母的问题建议。我现在在英国，未婚妻是英国白人，不会中文。本来想把父母接过来英国，可是他们最近又有很多顾虑，比如他们英文很差，没有社交圈子，只能旅游签入境，国内的医保社保用不了，而且英国的福利也不能用。难道独生子女只能放弃移民想法回国发展？赡养父母当然是所有的儿女应该做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跟他们分开，你就没办法赡养父母吗？这个我觉得好像说不过去吧。我们子女长大了，一定会迟早会离开父母啊。就是说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是一回事，离开父母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安排。所以你说你在英国，然后你赡养父母寄钱回去就好了，他不就可以赡养父母了？那么你说赡养父母必须跟父母住在一起，你就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你父母又不想去英国，然后你现在在英国，然后又有一个未婚妻是当地人，然后呢他们又不想去，然后你又想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你让我怎么给你答案？这很简单，是不是？你其实问题一点都不复杂，就是赡养父母的定义是什么？你想清楚、想明白就行，好吗？你说啊，父母离不开我，千万不要这么想你的父母。任何父母理当离开他的儿女，让他们儿女自己成长，是吗？你说呢？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前置条件。观点，我听王先生的节目就是参考王先生分析局势的思路和逻辑性，我不关心他的倾向，我更重视王先生对未来发展的判断逻辑。我认为这种逻辑比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更靠谱。谢谢你的肯定啊。好，最后2个观点，王先生好。因为中共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的扭曲和控制，对国际开放社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乃至任何实体企业都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即使字节跳动要一边倒向美国社会，也不再审查内容，允许香港话题在 TikTok 上面传播，那中共也不会放过字节跳动。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个无解的局面，是中国企业的悲哀。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选择在中国存在，
那你就要跟中共做交易。那么如果你要跟中共做交易，美国人就不会放过你，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全部都是因果关系啊。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企业，那你就放弃中国的存在，那你可以去美国或者去其他国家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恐怕不会这么发生。所以其实你现在从目前来看，这个局面无法改变，就是中国的企业在中国，它的存在一定是跟中共要交易啊，因为一定要跟中共配合。那么这种企业一定是在作恶的啊，而这些作恶的企业，他跑到美国来，美国肯定不会欢迎他，这一定是可见到的。这不是中国企业的悲哀，这是现实。中国企业没有悲哀，他们过得挺好，你不用同情他，他过得比我们好啊。王老师前几天对川普总统的批评十分英明，请继续敦促川普政府。我在想，白宫应该聘王老师去做川普的中国顾问，对中国执政集团70年的落后、无知、野蛮所作所为，我和王老师同时不断的发笑。中国方面真的是小学生的水平，一直抱着马恩、毛共产、花岗岩啊，农民意识加农民意识治国对外，实在是落后世界文明几千年，非常正确。鸣谢一下啊，姥姥王，谢谢。借习近平的吉言，别看闹得欢，早晚拉清单。这话正在回向他和中共啊。Richard 胡，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Renee Mac， 谢谢。沈义晨，谢谢。刚看到消息，美国刚刚宣布制裁12个中国和香港官员，包括林郑。OK， 那刚才那个是对的。Crane， 谢谢。Lee Kenny K， 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老友记 Vicky 曹，请美西喝姜茶。美西美眉辛苦了，谢谢。K Jane， 谢谢。立秋了，请王先生和美西喝咖啡，谢谢你们的坚持和付出。姥姥王，谢谢。呼吁在美华人投票是公民责任 ，civil responsibility， 不管你选谁，是民主的胜利，非常正确。产 Claudia，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请大家点赞，谢谢。